这个年仅10岁在孤儿院长大的小女孩，在雕像比赛得了冠军，却被人诬陷作弊。她叫戴斯，她被很多人领养过。首先是教师家庭，第二个是一名药师，第三个是80岁的老奶奶，最后她又回到孤儿院。一天，戴斯骑着自行车去看黄油雕刻展览，她被眼前的作品震撼到，想近距离观察每个细节。于是她走进冷库室，这时她看见旁边有一个未雕刻完的杯子，她随手拿起杯子勾勒起来，不一会，一个精致的小杯子就完成。这一幕被作者老包发现，他走了进来，看着手中的杯子，他有点不敢相信出自小女孩之手，最后还将杯子放在他的作品中。有一天，一对年轻夫妇领养他，他们有一栋漂亮的小洋房，还给他准备了一间公主房。戴斯很满意，但他又开始担心起来，因为他不知道能在这里住多久。第二天，养父带他来到学校，在教室里，老师布置一个画画的作业。老师看了戴斯的画，认为他很有艺术天分。到了晚上，戴斯让养父买些黄油回来，养父欣然同意。当戴斯说要200斤的黄油时，养父非常的吃惊，原来小镇上要举办1年1度的黄油雕刻大赛，他在为这个比赛做准备。养母得知他要参加比赛，担心他会因为输了比赛不开心，在一旁劝他别参加。可是戴斯还是决定参加比赛。到了报名时间，戴斯和养父来到报名处外，养父劝他不要参加，并告诉他比赛时可能会遇到不好的事，而且要自己承受。戴斯眼神坚定地告诉养父他可以，并自己一人下车去报名。当他单枪匹马地来到报名现场，场内只有3个人，戴眼镜坐在那的是工作人员，一旁站着一位夫人，她叫二翠，她老公是连续15年黄油雕刻大赛的冠军，拿奖拿到手软的老包。她今年决定隐退，把机会留给新人。可二翠不甘心，她决定参加比赛，赢回属于自己的荣誉。而这个正在填写报名表的是老包的忠实粉丝大哥姐，一副神神叨叨的样子。戴斯走到工作人员面前，直接说我要报名，果断地在报名表上写下自己名字。此时进来一个嚣张到了极点的社会大姐，工作人员要她看清楚这是雕刻大赛。二翠一直在阻止她报名，可她还是在报名表上龙飞凤舞地签上名字。其实她是来找二翠麻烦，因为二翠老公欠她钱不还，还躲着不见她。大赛将至，二翠去超市买黄油跟不要钱似的，整车往回拉，也不理会众人异样的目光。接着整天待在冷库室里训练。戴斯则轻松很多，在家里拿出自己练习的作品，养父母和朋友都觉得很酷。转眼间就到了比赛时间，比赛开始，他们必须要在8°C的冷库房里待够整整3个小时，来完成自己的作品。1号选手是大个姐，她不知从何下手的，随便一刀直接去个脚。2号是戴斯，他可机灵多了，利用一根细线将黄油一分为2，叉子用力一插，将黄油搬开，动作干脆利落。3号是二翠，也不甘示弱，利用工具精确地分割黄油。4号是社会大姐，迟迟未到，现场的观众也渐渐地多起来。戴斯的养父母到场给他加油打气。大个姐由于技术太烂，被观众嫌弃，她直接撂挑子不干了，来到二翠旁边抱怨。二翠问他戴斯刻的怎么样，于是他们2人来到戴斯旁边，看到戴斯的作品，这才意识到他们遇到对手。他们没想到一个10岁小女孩会这么厉害。比赛马上就到收尾阶段，二翠再给人物增添细节，还时不时的偷瞄戴斯进程。戴斯一直很淡定，得心应手的用着工具，还用小手细心的抹平黄油，还引来一群小朋友的围观。此时，社会大姐迈着豪放的步伐走进赛场，拿出口红在她的作品上挥舞几下。这时，工作人员吹响哨子，比赛结束。接下来的环节是选手依次发言。首先是大个姐，她说自己刻了3只小猫，她很坦诚。其次是社会大姐，她摇身一变成了邻家姐姐，她那抽象派的作品叫红卫，作品很草率，可演讲一流。轮到戴斯，他缓缓走上台，调低话筒。You see, I am and have been a foster child. I've been shuttled from home to home. While some of my experiences have been negative, most of them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positive. So why then?他自信满满地讲述着他的作品，一个黑人妇女追求自由的故事。他精彩的演讲和生动的作品赢得所有人的掌声。最后上场的是二翠，他被戴斯精彩演讲给惊到，他磕磕巴巴地念着发言稿，他实在是念不下去，开始给自己辩白。最后经过评委一番讨论，比赛结果出来，当工作人员宣布戴斯获得冠军时，下面观众发出热烈的掌声。二翠直接傻眼。晚上养父接到工作人员的电话，工作人员说比赛有问题。第二天戴斯和养父在办公室外等候时，他非常的担心，跟养父说，我怕你们不想收养我。养父感到非常的吃惊，于是2人陷入了沉默。接着他们来到主办方办公室，里面已经坐着二翠和她的丈夫老包。这时门外走来一个戴帽子的男人，称自己被戴斯养父收买，让他帮戴斯完成雕刻作品。
他不停地往帽子里看小纸条，连字都给读错。原来这个男人就是二翠找来的托，因为戴斯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的荣誉，他不甘心，就耍这种阴险的手段。二翠要求重新比赛，戴斯父母坚决不同意。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戴斯站起来爽快地答应，并提出了比赛的要求。二翠站起来也提出要求 Deal? Deal. 这次复赛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，电台也开启直播，场面相当壮观。二翠和戴斯早在场地外等候，工作人员吹起哨子，两人立刻跑进入冷藏室。戴斯熟练地打开工具包，拿出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。二翠刚好看过来，着实把他吓一大跳。戴斯拿起西瓜刀，一刀下去，轻松地将黄油切成2块。二翠见状，急忙拿起手套，争分夺秒地开始雕刻。室外的老包和女粉丝聊天，二翠看见后，一个不小心划掉一个角，而戴斯淡定多了，不急不躁，一点也不受外界的影响。到场的观众越来越多，两位选手的作品形状也逐渐呈现出来。8个小时很快过去，他们的作品也进入了收尾阶段。工作人员开始倒计时，观众们也一起喊着，喇叭响起，比赛时间到。他们同时放下手中的刀。戴斯雕刻的是一个婴儿依偎在母亲怀里，彼此深情的对望，那画面真是活灵活现，像是被注入了生命。而二翠刻的是甘乃迪刺杀场景，场景设计很真实，刀工也不错。工作人员宣布第2天公布比赛结果，大家纷纷离场，二翠最后一个离开。到了深夜，一个黑衣人偷偷溜进赛场，他走进戴斯的冷藏室，拿出喷火枪，朝戴斯雕刻的婴儿脸上喷去。毫无疑问，这又是二翠的阴谋。第2天，戴斯和养父母高兴地来到赛场，看见婴儿的脸融化了，他非常难过。看着这个画面，他想起了离世的母亲。在不久前，孤儿院的院长来到家中，告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，给他一张他和母亲的合照。养父到举办方竭力要求让戴斯去补救，工作人员却说评委已经开始评分，马上就要宣布结果。在二翠觉得自己这回赢定时，评委们被戴斯融化掉的作品感动，最终人们上前为他欢呼喝彩。这时他看到沮丧的二翠，并走向他。I'd just like to say, this isn't all you have. 大大的拥抱，戴斯的大度让二翠输得心服口服，也让二翠释怀。他也抱住戴斯。这次比赛后，他被养父母正式收养，留在这个温馨的家，不再四处流浪。而二翠也踏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。